大家好，今天咱们要聊的这本书可叫《繁荣与萧条》，作者是美国经济学界的大佬欧文·费雪。你可能觉得这书名字听着挺高深，但费雪在100年前就看穿了经济的秘密，告诉我们那些眼花缭乱的经济现象背后，咱们总以为经济萧条是突然冒出来的，比如哪的大公司突然倒闭了，股市哗啦一下崩了，或者街上突然多了好多失业的人。但费雪却说，真正的导火索早在那场经济繁荣的时候就悄悄埋下了，它就是过度负债。想想看，100年前的美国人用借来的钱炒股，玩5倍杠杆。今天的我们呢，有人用消费贷去买房。当年欧洲各国靠借钱重建，现在很多企业和家庭也拆东墙补西墙。不管时代怎么变，技术怎么更新，人类对债务的贪婪和恐惧一直没变过。所以费雪的这本老书读起来就像在看今天的预言。费雪最牛的地方在于，他不是事后诸葛亮。在大萧条最惨的时候，他写下了这本书，不是为了抱怨，而是要找出那个能预防危机的病灶。他要解开一个谜团，为什么经济好的时候大家总忘了债务的沉重？为什么危机一来，债务反而会变得更重？答案就在他提出的9连环理论里，过度负债，经济的超重包袱。咱们先说说这个过度负债，它可不是说你借钱多就叫过度，真正的过度是你的债务结构出了问题。就像你用信用卡的钱去还房贷，短期要还的债一大堆，可手里能变现的资产却迟迟卖不出去。费雪说了，这就是典型的短跑选手跑马拉松，迟早要崩盘。借钱本身没啥不好，我们贷款买房，企业借钱扩大生产，但如果负债超过了安全线，那它就从润滑剂变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费雪给我们画了几个红线，你的总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，你的流动资产能不能覆盖流动负债，还有你的债务跟黄金储备的比率。这些数据一旦超标，就说明经济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。打个比方，经济就像一个人背着书包赶路，书包里装几本书能让他走得更快更高效，但要是你往书包里塞了几十斤砖头，他一旦脚下打滑，不光自己会摔个狗吃屎，他会把身边的人也夹到。这就是过度负债的危险之处。多米诺骨牌，当过度负债的导火索被点燃，首先会触发3张关键的多米诺骨牌倒下，它们是整个9连环的枢纽，直接打开了萧条的大门。第一张牌，廉价甩卖，价格踩踏。当大家发现自己还不上钱了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拼命甩卖手里的资产，不管是股票、房子还是工厂、农场，再便宜也卖。这可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，这是带着恐慌的被迫甩卖。当所有人都卖，没人敢买的时候，价格就会瞬间崩盘。你卖的便宜，我只能卖得更便宜，结果就是一场价格大跳水。第二张牌，货币紧缩，钱荒来袭，是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少。费雪揭示了一个秘密，我们平时用的钱大部分不是现金，而是银行账户里的存款，这些存款本质上是银行欠你的债。当债务人把钱还给银行，银行收回贷款，那部分的存款货币就直接凭空消失了。比如你还了银行100万房贷，市场上的钱就真的少了100万。在过度负债的背景下，所有人都在忙着还债，结果就是货币总量急剧收缩，市场上到处闹钱荒。这可不是因为黄金少了，就像水管被堵住了，水库里明明有水，但流到市场上的却少得可怜。第三张牌，价格下跌，债务变重，市场上的钱少了，直接后果就是物价跟着下跌，钱变得更值钱了。同样1块钱能买到的东西更多了，但对那些欠债的人来说，
这简直是晴天霹雳。费雪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，实际债务。你欠银行的100万是名义债务，但那100万能买到多少东西才是你的实际债务。当物价下跌，名义债务没变，可你为了还清这100万需要卖出更多的商品。这就是 Z 学说的债务清偿悖论。大家拼命还债，本想减轻负担，结果却让货币升值，实际债务反而更重，最后陷入越还越多的怪圈。这种无形的债务增长，比账面上的数字更让人绝望。全面扩散，6连击加速沉沦。如果说前3张牌是引爆器，那接下来这6张牌就是致命的补刀，它们会把局部危机扩散成全面的经济大萧条，让经济一步步滑向深渊。第4张牌净值缩水，企业破产，企业手里的资产跟着贬值，可欠银行的钱却一分没少。一个企业的净值等于资产减去负债，当资产价格暴跌一半，负债却纹丝不动，企业的净值就会急剧缩水，甚至变成负数，资不抵债。本来盈利的企业瞬间就到了破产边缘。第5张牌利润变负，生意没法做，价格下跌，可租金、利息、员工工资这些硬性支出却1分钱都不能少。收入一直在降，支出却雷打不动，企业的利润就会被挤压，甚至变成亏损。没了利润，企业还能干什么呢？第6张牌生产停滞，工人失业。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，当企业亏损了，它会毫不犹豫地削减生产，裁掉员工。更可怕的是，失业会引发连锁反应，工人没了收入就没钱消费，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，企业利润更差，只能继续裁员，结果就是生产不断下滑，失业越来越多。第7张牌信心崩塌，人人自危，工厂停工，工人失业。这种坏消息会像病毒一样蔓延，让大家变得无比悲观。这学说，经济危机不光是钱的问题，更是心理危机。当人们看到身边的人都失业了，公司都倒闭了，消费者不敢花钱，把钱藏起来，投资者不敢投资，宁愿让钱躺在银行，大家都在囤钱，害怕未来会更糟。第8张牌货币停滞，钱不干活，钱就会躺在银行或家里，不参与消费和投资，货币的流通速度就会急剧下降。即使市场上的钱没有减少，但它们都不动了，就像一辆车，发动机也出了问题，自然就跑不起来。第9张牌实际利率飙升，借钱更贵。你可能觉得经济不好的时候，银行贷款利率应该很低呀，这时名义利率可能会很低，但由于通货紧缩，这导致你借钱的实际成本反而更高了。Z学说，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，在通货紧缩的时候，通胀率是负数，所以实际利率反而会很高，企业根本不敢借钱投资，欠债的人还款压力也进一步加大。这9个因素环环相扣，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价格下跌导致资产缩水，导致利润亏损，导致生产停滞，导致悲观恐慌，又反过来加剧价的下跌，整个经济就像掉进了漩涡，越挣扎陷得越深。致命结论，通货紧缩是万恶之源。费雪梳理完这9个因素，得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结论，萧条的本质不是债务本身有多，而是债务加上通货紧缩的致命组合拳。债务是炸药，通货紧缩就是引爆它的导火索，再多的炸药也不会爆炸，但只要一点燃导火索，再小的炸药也能引发大爆炸。人们往往只看到了一堆堆的炸药，却忽视了那根细小的导火索，直到爆炸发生才追悔莫及。1929大萧条9连环的真实上演，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就是这场债务通货紧缩9连环的完美演绎。
费雪不是预言家，他只是看穿了经济的规律。那场大萧条的种子可不是一夜之间种下的。一战结束后，全球都沉浸在新时代的幻想里，战争带来的巨额债务被经济复苏的狂热掩盖，电力、汽车、无线电这些新技术爆发，让人人都相信经济会永远增长。农民借高利贷开垦荒地，大家都在短借长投，这正是费雪说的过度负债的核心特征。更要命的是，金融市场成了债务狂欢的重灾区。当时的美国股市，人人都用保证金账户借钱炒股，只要出 10% 的本金就能借 90% 的钱，玩10倍杠杆。投资信托公司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，他们自己发股票募资，再用这些钱加杠杆去投其他股票，形成了一个债务生债务的泡沫链条。普通家庭也深陷其中，大家借未来的钱去买车、买冰箱、买收音机，甚至有人分期后款炒股票。整个社会从上到下，人人都在负债。这意味着一旦收入下滑，个人、企业、银行都会同时面临还债的压力，经济系统根本没有任何缓冲垫。终于1929年10月，那只推倒多米诺骨牌的手出现了。英国一家公司破产，英格兰银行加息，引发资金回流美国，成了压垮美国股市的最后一根稻草。10月24日，黑色星期四，纽约股市股票暴跌。10月29日，黑色星期二，更是有1650万股股票被抛售，几百亿美元的市值瞬间蒸发。股市崩盘正式拉开了9连环的序幕，投资者为了还保证金贷款，这就是廉价销售。银行开始收紧信贷，存款货币急剧减少了1/5，这正是货币数量减少，钱少了，商品价格自然下跌了 35%， 这就是价格水平下降，又直接触发了费雪说的债务人越还越欠，只能继续抛售资产，导致价格继续下跌，实际债务继续加重，陷入恶性循环。很快，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，企业的资产价值暴跌，负债金额不变。1931年，美国有近3万家企业破产，2550家银行倒闭，相当于每天有7家银行破产。企业收入随着商品价格下跌而减少，但租金、利息、工资这些都是硬支出，利润很快变成负数。汽车产量从450万辆跌到130万辆，工业生产总量下降了近40%，这不就是生产贸易和就业下滑吗？失业率从3% 飙升到 24.9%， 每4的工人就有1个失业。这种恐惧感让乐观与悲观彻底转向悲观，人们开始疯狂囤积货币，有人把现金藏在家里，有人把存款换成定期，甚至囤积实物商品，这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变慢，钱躺着不干活，最后实际利率飙升。尽管名义利率很低，但通货紧缩让钱变得太值钱，实际利率高达 12% 以上，企业不敢借钱，还债的人压力更大，整个崩盘过程就像一场停不下来的雪崩。股市崩盘是第一块石头，引发债务清偿，导致货币紧缩和价格下跌，加重实际债务，压垮企业和银行。企业倒闭和失业又引发心理恐慌，导致货币囤积，进一步加剧紧缩和下跌。9个因素环环相扣，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能单独刹车，最终把美国经济从繁荣的顶峰推入了萧条的深渊。国际传导黄金分布不均的火上浇油。你以为完了？没有。1929年大萧条能从美国蔓延到全球，还有一个关键原因，那就是黄金分布不均。当时全球都实行金梗卖，黄金是各国货币的最终支撑，也是国际债务清偿的唯一手段。但一战后，大部分黄金都流向了美国和法国、德国、奥地利这些欠债的国家，
却黄金极度短缺。这种黄金集中导致了2个致命问题。第一，德国这些欠债国根本还不清国际债务，他们需要用黄金或商品支付战争赔款，但黄金储备少得可怜，商品出口又被各种关税卡着。美国一旦收紧信贷，他们就借不到新钱来还旧债，欧洲金融体系立刻动荡。第二，黄金短缺的国家为了留住仅有的黄金，被迫提高利率收缩信贷，导致国内通货紧缩加剧。1931年，德国最大的银行倒闭，引发欧洲银行挤兑潮，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。接着20多个国家跟风，全球货币体系一片混乱。这种国际传导就像多米诺骨牌跨国倒下。美国的债务清偿导致国内紧缩，进而减少境对外贷款。欧洲债务国还不上债，银行倒闭，又减少对美国商品的需求。美国企业出口下滑，利润恶化，又加剧国内的失业和债务问题。最终，局部的债务危机演变成全球的经济萧条，而黄金分布不均正是这场跨国传染的关键推手。费雪的药方给经济装的恒温器。了解了这场真实的9连环，我们就能明白费雪开出的药方了。它只是债务加上通货紧缩引发的恶性循环，只要精准地打断这个循环，就能让经济踩下刹车。它的解决方案分2步，治标先止血，治本防复发，核心都是围绕着稳定货币价值和缓解债务压力展开。第一步，治标急救措施。就像一个人受伤大出血，首先要给失业的人发救济金，启动公共工程，避免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。其次，得帮那些过度负债的企业和家庭重组债务，削减利息，避免大家为了还债而被迫廉价甩卖资产。最后，还得稳住银行这个经济的血管，防止银行挤兑倒闭，造成货币进一步收缩。第二步，治本，货币稳定，这才是费雪最核心的解决方案。他认为萧条的根源是货币价值不稳定，只要能让物价水平保持稳定，就能从根本上避免债务加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。央行要向经济的总阀门主动调控货币供应量，比如在市场上买卖债券，缺钱时买入放钱，还可以调整银行的贷款利率，鼓励或抑制过度借贷。最关键的是，央行的核心任务不是死守金本位，而是要让物价水平保持稳定，就像空调控温一样，不让经济太热或太冷，债务的实际价值才不会剧烈波动。欠债的人不用面对越还越欠的困境，借钱的人也能获得稳定回报。避免某些国家单独囤积黄金，通过国际协议来调节各国汇率，防止萧条在全球蔓延。费心逻辑就是，债务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解决，但我们可以通过稳定货币的价值，让债务的实际负担不再放大，从而打破恶性循环。这就是他这本书超越时代的价值。他告诉我们，萧条不是不可避免的天灾，而是可以通过科学调控来预防和缓解的人祸。跨越100年的智慧，预判未来的钥匙。当我们跟着费雪走完了拆解萧条密码的全过程，你会发现，这本写于1932年的书根本不是一本过时的历史记录，而是一把穿越时空的经济密钥。它之所以能跨越近100年仍具震撼力，核心在于抓住了2个从未改变的本质，以及经济体系中债务加货币的底层逻辑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在重复书中的场景，也依然需要书中的智慧。首先，这本书告诉我们，萧条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灾难。费雪最深刻的洞察就是戳破了繁荣永恒的幻觉。1929年的美国人相信技术革新能无限推动增长，就像后来有人迷信互联网经济能打破周期，或是当下部分人盲目加杠杆投资一样。
人性中对收益的贪婪，对风险的漠视，总会让债务在繁荣期悄悄堆积，直到突破安全边际。这本书让我们明白，任何时候看到全民借钱赚钱的狂热，都要想起费雪的警告。过度负债的种子往往在繁荣最盛时埋下。其次，它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经济真相：作币稳定是经济的定海神针。费雪反复强调的致命组合，就是让货币的价值保持稳定，就像一把特度不变的尺子，才能让生意、投资、借贷都有稳定的预期。今天我们面临的通缩焦虑、利率调整、汇率波动，本质上都是货币价值的变动，而费雪的理论早已给出了底层逻辑：货币不稳，繁荣时放大收益，萧条时放大灾难。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央行至今仍把稳定物价作为核心目标，本质上正是在践行费雪的智慧。这本书提供了一种预防危机的思维方式，与其在危机中救火，费雪不是事后诸葛亮。他在大萧条最严重时写这本书，目的不是后盼灾难，而是告诉后人，萧条可以预防，比如控制债务结构，警惕资产泡沫中的杠杆狂欢，建立货币稳定的调控机制。这些思路放到今天依然适用。企业避免过度依赖短期贷款扩张，个人不盲目加杠杆买房炒股，政策层面提前防范债务风险，这些都是对费雪理论的现实应用。这本书的价值不止于经济，更在于对理性的倡导。经济周期的背后是无数人的决策集合，而贪婪和恐慌会让周期放大。近100年过去，技术在迭代，金融工具在升级，但人性从未改变。读这本书，而是学会在狂热时保持冷静，在恐慌时看到本质，明白债务的重量、货币的意义，以及理性决策对个人和整个经济的重要性。说到底，繁荣与萧条之所以值得一读再读，是因为它不仅解释了过去的危机，更教会我们预判未来的风险。它让我们明白，经济的繁荣不是猛踩油门，萧条也不是无法避免的天灾。真正的智慧是让债务不超重，让理性战胜贪婪。这既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财富和生活的负责。好了，这本书咱们就聊到这里，希望对你有读完了一本书